嘿，大家伙儿早喽！6月14号星期五，又要周末了。今天轻松跑，今天累了，正好今天跟大家聊聊上次我说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疲劳之后或者强度训练之后，不建议全休。今天视角有点怪，因为我是手拿Go3的本体在拍，可能会离我近一些。今天得稍微少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在评测新的相机，评测的内容呢会在过几天发，很兴奋，很兴奋。那咱们待会儿换个视角聊天。大家今天看到的画面还都是旧设备拍摄的。咱们先聊聊今天的话题，之后我开始评测我的东西。其实最近我突然明白怎么去表达我的这种感受，就是跑多了以后，或者跑的时间长了以后，很多时候跑步就是为了高兴，或者为了心情，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而且呢，现在回过头看，这个过程其实是慢慢发生的，但是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突然你就感觉好像我从那个样子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之前我也分享过我这些年跑步的这几个阶段，我觉得可能业余跑者都无法避免之前这些，无论是激动的、高兴的、较真儿的、痛苦的、焦虑的各种阶段。像职业运动员，我觉得也是。所以对职业运动员来说呢，进入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退役。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时间到了就变了。所以我说，我不太建议强度训练之后的第二天全休。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利于身体机能的恢复，更大一部分原因呢是我觉得这样之后第二天如果你顺利的完成了一个强度很轻的训练，或者是一个强度适中的训练，然后你会特别高兴，就心情会特别好。这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小的体会，你就觉得我特别厉害，我前天怎么样，我昨天怎么样，我今天还能怎么样，那感觉就不一样。而如果第二天全休了，首先你肯定是没有训练带来的累了，但是呢，其实你经历过一次长距离或者强度训练之后，你第二天身体肯定是有感觉的，就是你就失去了一次在这个感觉下看看训练是什么样的这种机会。这就像我说跑长距离，有的时候无论是现在和以前跑30还是那天跑50，我会这么跟自己说，就是你已经跑了20了，后边这10是一个平常不常体验的体验，得抓住这机会。得抓住这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前面的20公里给你的，而不是随便就能来的。如果你在20公里的时候放弃了，那虽然前面的20公里肯定还有用，但是你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清我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些机会其实是不常有的。就像那天，其实我挺后悔的，应该跑60，但是呢，我那天主要的原因是受伤的地方疼了，有点害怕，真的害怕。就像昨天说的是，就那种感觉，可能不运动的小伙伴没有这个体会，因为大多数人来说，病了就歇着，伤了就歇着，崴了脚就歇着，对吧？但是你真的，一下疼痛感来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不敢使劲了，或者甚至使不上劲儿了，就非常的绝望。来逗他那个字。所有跑马拉松训练受过伤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这个体会，所以那天我在50公里停了，也就是说呢，那天我失去了50公里之后的体验，而想再体验，那就得下一个50公里了，对吧？这种恢复训练也是，首先强度课或者比赛之后的第2天轻松跑的这种恢复训练，是我昨天说的那个感觉，让你对自己的感觉更敏锐。这种的提升，我觉得帮助特别大。人只有在艰难的时候，才能不自觉、下意识的去感受自己的身体。而你就比方说，你特开心愉快的时候，你跑也就跑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身体累的时候，恢复训练或者轻松跑能带给自己的帮助。然后第2是呢，它能让我找到我的更多的薄弱点。就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脚底板疼，小腿疼，强度课之后或者跑得多了之后，比赛之后，第2天这2个地方最明显。后来呢，跑得多了，这些地儿练出来了，然后下一步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大腿内侧疼。然后我特奇怪，我还请教过专门专业的人，人说就是这样的，说尤其是男性，因为你这会儿肌肉没有一个平常的那种用力的动作。然后再后来呢，我发现就改成了大腿后侧和臀部疼。哎，我就又明白，哦，我用发力发对了，我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感觉。而这些都是在您特别开心的时候跑步，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跑步的时候，你体会不到的。可能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特累的时候、疲劳的时候，第2天的轻松跑或者轻松训练，要注意别受伤。但这又迎合了我说的第1点，就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你看这几年我几乎不受伤，我觉得也得益于，第一我比较保守，第2呢就是我会在每次训练开始的时候，每一步都去感觉一下，说哎，我的关节稳定性怎么样，我还有没有劲儿，我还行不行，这些它就慢慢的让你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更加敏锐。就我传达一个感受，就是就像无论是膝盖还是脚踝，在我正常的时候不受伤的时候，我在跑步的时候的感觉是，这些地方它没有硬着陆，就感觉每一下都是很稳当的，就是有很多地方在牵引着它。
而受伤的时候就觉得这地儿特别脆，或者说它快不行的时候，所以你觉得快不行的时候就停。还有就是一个精神的反射，就像昨天我突然那一下，其实一开始轻微疼了一下，我马上能收住。这就像你看小朋友，比方说摔一大马趴，那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力量和反应能力，他倒下去的时候来不及，就摔一大马趴。然后像成年人呢，有时候摔一大马趴把手摔折了，为什么呢？因为下意识的去伏地。你看像高手们摔倒直接就一打滚就起来了，这些都是这种怎么说对身体的反应能力培养的。所以总结就是，特累的时候第二天不全休，轻微训练是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大家可以试试，注意安全就好。至于心肺这事儿不用担心，我有时候累了以后，或者比赛之后第二天跑，甚至1周之内跑，那感觉呼吸的时候肺都疼。但是问题都不大，加油干，加油干！我这一圈用的旧设备，下一圈用新设备，拍一个对比，我也结束今天的训练。6月14号星期五清晨6点46，训练结束。今天结束的早，因为跑的少，跑了15公里多，平均配速5分07，最快1公里4分33，平均心率142，最大心率152，热起来了啊！就这种背心都能感觉湿透了，后背都感觉湿透了，一热心率就会高一些，所以夏天就是会比冬天艰难一些。所以我来说，夏天跑长距离是更好的，就是它能更快的让你进入到那个新的领域，让你体验到那个体验不到的东西。可能你冬天，就像我冬天我老说10公里开始才能悠起腿来，这才算是热身结束。但是夏天基本上2公里这个过程就结束了。然后呢，冬天你可能20公里才开始累，夏天可能10公里就开始累了，所以它能加速这个过程。所以夏天长距离还是不能少，但是不要那么多就是了，好吧？今天新设备的拍摄，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发布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隐瞒的，就这个。看，昨天把头又给挂了。哎呀，有的时候感叹自己活到39岁，然后虽然还是挺忙的，但是起码有个爱好，有屏幕前的各位，有这么多新的有意思的好玩的东西，赶紧回去看看它的画质表现。咱们过几天这个视频会发布，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回复各位的评论或者是弹幕，大家尽量多发评论，私信我看的没有评论那么频密，好吗？咱们明儿见。